Yo, how are you doing today? 我经常喜欢研究别人的财富自由故事，因为每个人达成财富自由的这条路，他走的都不一样。我自己已经财富自由2年了嘛，但是我有时候还是会担心我的投资会不会缩水，因为我想要避免有一天需要回去上班。这也是为什么我开了这个频道，因为我经常学到很多关于投资的知识。我觉得这些知识不只是应该要 keep 在我这里，也应该分享给你们。前几天我在 community 发了一个投票，想要看一下我的观众们都在财富自由的哪个阶段，有大概20%已经达到财富自由了，40%多在路上，但是已经看到曙光了。然后剩下的呢，就是刚开始还在学习投资。基于大家在这个路上不同的阶段，我决定给大家分享2个例子。这2个例子是比较 extreme 的2个财富自由的路线，他们唯一的 commonality 就是他们都在20多岁就达成了财富自由。还挺早的。第一个是叫 Gabe Bolt， 然后他代表的是一个极简型的 Lean Fire 的路线，虽然后来他也转成了 Barista Fire， 但是 I'll save the story。 第二个我们会聊的是 Ramit Sethi， 然后他是一个我认为是 Fat Fire 的一个非常好的代表。我从 study 他们2个人的故事，我也学到了很多。他们2个呢，在财富自由之后过的也是挺不一样的生活吧。其实为什么选这2个人，因为他俩有点像我跟我老公的代表，因为我老公是比较Lean Fire 路线的，就稍微有点抠抠搜搜的，然后总是觉得我花钱太多了，所以我就觉得他很像 Gabe。然后我呢，我觉得我很像，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第2个财富自由代表。他经常说的一些理论是不要放弃你的5块钱的咖啡，不要委屈自己生活。我非常认同这一点。我觉得人活着就应该是来享受的。比如我要飞去日本，我现在人是在北加州嘛 ，It's around a 12-hour flight for me， 那还蛮久的。对我来说，我是一定要坐 business class。如果我不能坐呢，那我就不去了。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我比较烦人，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也不是非要去嘛。我知道我自己有点公主病了，我扯得有点远了。Anyway， 我跟我老公也是在找一个 Lean Fire 和 Fat Fire 中间的一个平衡吧。今天我要跟你们说的这2个财富自由的人，他们的故事，希望你听过以后也能找到适合你自己的 Freedom Number。那我们就开始吧。OK， 我们先说 Gabe， 他是 New Hampshire 长大的，他的家庭背景都很普通，就是 working class 的爸爸妈妈，家里也不是很有钱。他小时候有一度被 homeschool， 之后他是高中毕业就出来工作了，没有上大学。他是自己决定要这样子走人生路线的嘛，所以他20出头的时候做了一些比较 hands on 的工作，比如说给人家割草、体力活。然后之后呢，他也去做过零售业、服务业，反正这些收入就是都很低，然后也很辛苦。他说那个时候的感受就是一眼望不到头，每天下班都累得只想躺平的感觉。后来他就转型了，他成为了一个 real estate agent， 就是房产经纪人。然后这个 compared to 他以前的那些体力活还有零售店，已经赚得更多了，但是收入很不稳定嘛，因为 real estate agent 是拿佣金的，那你可能卖不出去房子，整个这个月就没有收入。但是这个工作对他来说有一点非常 valuable 的地方是，他通过给他的客户买房子，也认识到怎么投资房子。他服务了很多客户会买那些 multi-family， 就是那种2栋或者3栋连在一起的那种联排别墅。他看到别人是怎么选投资房，然后租出去的，所以他也给自己在20出头的时候买了他的第1栋自住加投资房。 You might ask， 他那个时候又那么年轻又没钱，他怎么可以贷款买得起房子呢？那是因为美国有一个 special 的贷款叫 FHA loan， 那这个是给 first time home buyer， 就是第1次买房子的人，通常都比较年轻，像他一样没有什么钱。这一类人呢，可以只付 3.5% 的头款，正常是要 20% 嘛，那这一类人可以只付 3.5% 头款，就可以贷款买一个房子。那他选的是一个 3 unit 的 multi-family， 就是3栋连在一起。然后他选的这个房子 neighborhood 也比较差，就是这个房子本身的情况也不是很好，刚好可以住，但是不会住得很舒服的那种状态。他做了一个非常省钱的办法，就是把另外2栋都租出去，让他住其中的1栋，所以另外2栋的租金就已经可以 cover 他每个月的贷款了。也就是说，他 basically 可以免费住在这里。然后与此同时呢，他也会花所有他不上班的时间去学习自己怎么动手去装修房子，把这个房子变得更 livable， 更 better quality， 然后也导致于他之后可以把它卖一个更好
好的价钱。在这段时间里面 Gabe 他不只是学会了怎么投资房子装修房子，他还学会叫极简主义 minimalistic， 所以他就会算如何让他自己的人生作为一个极简人生。他那个时候就开始不买东西，把家里能够卖的东西都卖掉。为了攒他的第一桶金，他非常疯狂的极简生活了。比如说每个周末会做一大堆食物，够他接下来周一到周五吃。还有 Safeway、Costco 就是美国这边的一些商场会卖那种烤鸡，一整个大烤鸡，然后他就会每个星期都吃那个，因为那个烤鸡非常便宜，以导致于他说他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再吃这个烤鸡了，他看到它就想吐，因为他实在是吃太多了。这几年努力攒钱和极简生活，他是可以把他收入的50%到70%都攒下来，所以他24岁的时候就宣布他 Barista Fire 了。这也是一种财富自由的方式，他并不要求你攒够钱可以一辈子都不干活，而是让你大概攒够钱可以一辈子不干活，与此同时找一些你喜欢做的工作。所以他说他每个月的开销只要1000到1500就够他一个人活了。24岁以后 Gabe 就开始 explore 其他的副业，找一些他喜欢的办法能够赚到更多的钱。他试过 podcast， 他试过 blog， 然后他发现写 blog 这个不适合他，因为他不喜欢用文字表达自己。然后 podcast 呢，他觉得这个增长的速度太慢了，也不行。所以后来呢，他就开始了他的 YouTube 频道。在他刚开始做 YouTube 的1到2年，就是自己在打单机游戏了。最初的几十个视频，大概也不到几百个观看量，我能体会。但是他说，通过这个 process， 他学了剪辑，学会了镜头感，然后学会了怎么讲故事，所以对他来说也是非常 valuable 的。他的 YouTube 的转折点是2020年那个疫情那段时间，大家不是都在家办公嘛，所以他有几个视频就爆火了。比如他说了我如何省下我的收入的90%，还有一个他是叫那个 housing hack， 怎么靠别人的钱免费住房子。所以在坚持做 YouTube 1年半以后，终于开始赚钱了。他收到第一个 YouTube 的工资，其实也在100多块钱，但是他说这个给了他巨大的信心。之后就来到他的 YouTube 的加速期，就是2021年到2022年那段时间呢，他的粉丝飞快的就突破10万了。他也很聪明嘛，会接广告。他接的不只是金融类的，还有生活类的广告，单条广告的收入就好几千块。他还有 affiliate marketing， 推荐一些他认为很好用的理财工具。现在的 Gabe 的 YouTube 频道已经快要100万粉丝了。他现在每个月光从 YouTube 那边平台就已经收入5000到15000，然后加上 sponsorship 的合作的话，他的年收入应该是最起码30万到50万 from this YouTube business。他现在只有28岁哦。Gabe 的故事就是通过非常努力的省钱、不花钱，然后找一些自己喜欢做的副业，变成了主业，达到了今天的 Barista Fire。哎，我得戴个帽子，我这边虽然阴天，但还是觉得很晒。听完了 Gabe 的故事，我们接下来看看 Ramit。我觉得我从 Ramit 身上学的更多，说不定你们很多人已经知道 Ramit 的故事了，因为他还挺火的。我就快速的过一些我觉得非常有用可以学习到的点。咱们先从也是家庭背景开始吧。Ramit 是在北加州大概 Sacramento 那边的一个社区叫做 Fair Oaks， 他的 family 也不是很有钱的。等 Ramit 长到了上大学的年纪的时候，他爸妈说没有钱可以供他上大学，他需要自己想办法赚。所以那个时候 Ramit 就像我们所有其他人一样，就是面临了2个 choice， 一个是自己打工赚钱，一个是申请奖学金。他一开始其实是有去他的 neighborhood 的 pizza store 去试试看，但是他就觉得这个赚的也太少了，1个小时那个时候才6-7块，他就想到了还是得申请奖学金。他想要报考的大学是 Stanford 呀，非常非常非常贵，但是 guess what， 他拿到了全额奖学金，然后进了 Stanford。 所以 how did he do it？ 然后因为我当时也面临过同样的问题，我们家也没有钱给我付大学，然后我就是只拿到了1个奖学金，所以我就想跟他学学他到底是怎么拿到奖学金的。我仔细的研究一下 break it out into several points。 第一个就是海选资源，就是他没有只申请1个，他申请的渠道很广啊。比如说是本地化的资源的话，就是高中辅导中心啊，他的社区图书馆啊，这些也 offer 奖学金。I didn't even know that。 比如说他们父母属于的工会，或者是一些兴趣小组，这些都是非常 focus 的资源。然后还有就是全国性都 offer 那种奖学金，那些竞争就会很大，因为很多人在申请嘛。他一共申请了68个奖学金，就在短短的时间里面，因为他建立了一个模块化的管理系统吧。
他发现大部分奖学金申请就是问那同样的4-5个问题嘛，你最大的成就是什么？描述一下你能够克服的挑战是什么？还有10年后你在哪里？我看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想到面试的问题都差不多好像，所以他就写了一个主板，每次有一个新的申请呢，他就不用从头开始写，他就先把这些 common question 的答案都写好了。第3，他是用一些反向思维，说普通的学生让他写一篇文章讲一下领导力，这些学生就会说一下他们在 soccer team 比如说踢足球的时候是怎么领导别人的，或者是什么学校的社团是怎么领导别人的。但是 Ramit 他就会不一样，他写的是他在一个小组里面是怎么处理那些比较复杂的人际关系，就每次有 conflict 的时候他怎么解决，然后让大家都可以 move forward， 最后完成目标。这个 touch 到了人性的心理嘛，有点像吃瓜，又不像别人就是非常的 normal。Does that make sense？ 第4点 Ramit 跟别人用的 strategy 不一样的是，他用了一个推荐信攻略。就我们申请奖学金的时候，甚至申请大学的时候，都是要找一些就是你能找到的比较权威的老师。我之前找的是我的 AP English 还有我的 AP History 老师帮我写推荐信，那我就是很傻乎乎的去找他们，然后问他们可不可以帮我写，也没有说让他们怎么写啥的。但是 Ramit 呢，他要写一个 cheat sheet 给他的这些老师，告诉他的老师你要写这几点，甚至有一些就帮他们写好了，然后老师过一过，稍微改一改签字就行了。那这样子的话，对于老师来说就更愿意写，而且他也保证了质量，就是保证老师写的都是他希望那些奖学金的 reviewer 可以看到的他的闪光点。From this process， 我觉得我都跟他学到了挺多东西。我10几岁的时候就傻傻的，不像他这样子。OK， 我们回到 Ramit 的故事啊。后来他就全额奖学金去上大学了。上大学的前几年呢，他跟舍友都玩得挺好的，但是他有几个舍友会有一些 financial struggle， 是 Ramit 认为可以省钱的地方，比如说去 ATM 提款，通常 ATM 机都会收1到2块的手续费嘛，他就在告诉他的舍友们应该要怎么避免这些手续费，或者是信用卡透支，他的舍友都比较有钱，所以会花很多钱。我们都知道，如果信用卡你不还完它的每个月的 monthly balance， 你是要付很高的 interest rate。 Ramit 就觉得这些钱都是冤枉钱，不该花的，然后他就开始办了一个那种 gathering group， 大概 weekly 或者 monthly， 他就会去他们学校的食堂，然后跟大家讲一个故事。今天我们就讲怎么不付 ATM 手续费，下个礼拜我们就想怎么选更好的信用卡。他坚持了2年，几乎来的人非常少，然后 Ramit 就在想，那是不是可以写成 blog， 大家要来我这儿 physically 还是懒懒的嘛，那如果是写成 blog， 大家可以 read it in the comfort of your own bed。 所以他就开始了他的 blogging journey。 这个时候是2004年，大部分的理财书取的名字都很严肃，所以他就想要反其道而为之，起了一个名字像是要诈骗你一样，叫做 I will teach you to be rich。 他的大学本来学的就是社会心理学嘛，他就想了这个名字，觉得可以抓住人的眼球 which is true。 但博客也不是那么好做的，他前半年是几乎没有任何人去评论的，他也是坚持了18个月才突然间有那么一个 click rate。 他在经营这个博客的前2年里面是没有接任何广告的，甚至 Google AdSense integration 都没有。他同学经常嘲笑他是在浪费这个赚钱的机会，所以他也有试一下，然后觉得赚的太少了，然后非常影响他的 reputation， 所以他就说就这几百块钱收入都不够他付房租的。 Ramit 那个时候也学到了1000个粉丝的作用，他认为你大概要积攒1000个铁粉，可以给你带来的收入比100万个观众都要多。比如这个博客经营了2年后，那 click rate 不是上去了吗？所以他就推出了一个 PDF copy 教别人怎么赚钱，就是叫 I will teach you how to be rich。 这个 ebook 是4块9毛5，但是没想到短短的几天就卖出了几千个 copy， 所以对他来说这2年没有收广告，然后一直不断的输出是值得的。他说是通过这个信任度才有了这个转化率。I think it's quite true。 然后时间就来到他毕业的那年，在他毕业的时候，他其实是有拿到 Google 的一个 offer， 是 Associate Product Manager， 但是在那个同时呢，他也在做一个 startup， 就是自己创业。他创业的这个公司叫 PB Wiki， 所有人可以在一起，然后做一些 editing， 在你 save 的时候其他的人就能看到了，有点像 Google Docs， 但是 more features。 在2005年那个年代，如果你想 make such changes on a web page， 就是在改网页的话，通常是需要一些 HTTP 的 knowledge， 但是他的这个公司大家不用懂 coding 就可以
共同在网上 collaborate 一个 page， 所以 Ramit 就 delay 了 Google 的 offer。那个时候是刚好暑假嘛，所以他就跟 Google 说，我可不可以等暑假过后我再来正式上班。然后 Google 同意了，所以他有了3个月去搞他的这个 PPWiki 的 startup。没想到的是这个非常成功了，他拿到了好多 funding， 所以这个公司就越搞越大。3个月以后呢 Ramit 又跟 Google 申请了可不可以 delay 1年再上班，但 of course 就被拒绝了，所以他就 all in on 他的这个 startup。他在做 PPWiki 这个 startup 的时候，也没有放弃他的 blog， 也就是晚上和周末他都会继续写更多的内容。也是因为他有了这次的 startup 经验，所以他可以让 blog 的内容更精彩。他的 blog 会上一个 dimension， 比如说教你如何写一个 email， 别人才会 click on it， 教你如何解决团队的问题，还有甚至教你如何拿到 VC 的 funding。所以他的 blog 也经营得很好。到2010年 PPWiki 已经进入了一个稳定区。这个时候呢 Ramit 的 blog 或者他的 personal brand 也经营得非常好，他决定要离开这个 startup， 然后 focus on building 他的 personal brand。 那个时候刚好也是他的书 I Will Teach You to Be Rich 成为了 New York bestseller， 一个畅销书。他也是赶上了好的时机了，因为09年正好是金融危机，所有人都在恐慌嘛，不知道拿他们的钱干什么，很多书都在教你割肉卖股票省钱。但是 Ramit 的书就比较有 value， 他会教大家如何自动化的投资，还有系统性的赚钱。主要的就是他告诉大家不用省，你还是可以花的。他书畅销以后，他就开始推这个线上的课，然后他的课非常非常贵，最起码几百到几千美金，但是也有很多人买账。比如他的课 The Offense， 这个会教你职业和收入增长。 Dream Job 教你一些硬核的潜规则，如何在 LinkedIn 勾搭大佬然后拿到职位。我觉得这个都不用教吧。 OK， 可以。到今天为止 Ramit 的这个小团队已经有50多个人，通过零零碎碎的信息，包括他这些采访之类的I learned that 他现在这个小团队1年的收入大概是2000万到5000万美元。因为在研究 Ramit， 所以我也看了一些他的 YouTube 视频。我最喜欢的是一个他说的 10 money rule， 这个我想跟你们分享一下，这是他的10个对他有用的管理财富的，不一定适于你，但是适于他。然后他希望你做的是找10个适合你的财务之路。那我们就先说说他的哈。第一个 money rule 是他最起码要在银行里面有1年的生活开支作为应急基金。虽然美国这边普遍告诉大家的 recommendation 是3到6个月的生活开支用来做应急就可以了，但是 Ramit 他是觉得应该有1年。那我本身觉得应该有3年的应急基金。第二个，他要每个月存下他的收入的10%，然后有20%呢应该要拿去投资。第三个，他的 rule 是要能够全额支付大额开销，比如说婚礼、蜜月，甚至买房子，你都应该有这个现金可以去支付它。我觉得婚礼和蜜月我同意，但是买房子现在的 interest rate 确实很高。Again， 这个是他的 money rule， 你要找一个适合你的 money rule。我们家的情况是根本就没有婚礼，我觉得那个东西就纯浪费钱，所以不需要。第四个，他的 money rule 就是永远不在买书和点 appetizer 上省钱。买书 invest in your knowledge， invest in yourself， invest in your skill， 这个是很多专门讲投资讲理财这些人都是这么 recommend 的。 I mean， 我也觉得你该买书，但是不要乱买，买一些真的有用的。再来是他的 appetizer， 因为他从小出去吃饭永远都没有办法点那个开胃前菜，他父母觉得那个东西是没必要的，要省钱，所以他现在就是要过一个 fat fire 生活，他不想要再 limit 自己，所以他现在出去吃饭每一定会点 appetizer， 而且会点1个以上。第5个，他的 money rule 就是跟我之前一样的，就是飞行时间如果超过4个小时，一定要飞 business class。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不就是健康了吗？每次我们飞亚洲都要倒时差嘛，如果在飞机上不能过得很舒服的话，我倒时差那段时间我可能会生病的。但是我如果坐了 business class， 我会更舒服很多，然后我会睡觉，这样子我到了以后就更容易倒时差。而且有很多办法可以做 business class， 不一定得花钱啊，你可以用 points， 很多信用卡都是非常好的 travel 信用卡，我可以放几个推荐在我的信息栏。第7个，他的 personal money rule 就是对个人成长不设上限，不管是教程啊，或者是健康教练帮你 build muscle 什么这些，他认为找这些人或者是上这些课都是
必该花的钱。第8个他的 money rule 我非常的喜欢，就是他想要赚到足够的钱，这样他只跟喜欢的人一起工作。这个也是 financial freedom 一个非常想要的一个境界。他第9个 money rule 是考虑电子表格之外的时间。他说理财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生活，一旦你的系统自动运行达到了某个目标，就应该停止过度的去优化数据。如果你现在赚的钱已经够你财富自由了，但是你总是想去赚更多的钱，而忽略了宝贵的时间去陪你的家人，去旅行，去做你想做的事情。Rahmed 的第10个 money rule 是要选择对的结婚对象，因为这个人对你的财务状况是影响最大的，非常真实。这个我跟我老公就挺不一样的，但 at least 我们在找一个 happy medium。听完了 Rahmed 整个这个故事，我感觉他的 personality type 应该是一个 ENTJ， 就是霸道总裁范儿，你们觉得呢？而 Gabe 呢，他应该是一个 ISTJ 或者是 INTJ， 因为 Gabe 说过他不喜欢做 realtor， 也是因为他不喜欢跟那么多人说话，而且 Gabe 非常需要掌控他的钱从哪儿进从哪儿出，所以他有点像是一个 ISTJ， 就是物流师嘛，他想要掌控每一分钱的去向，然后通过来做花钱的减法，让自己获得内心的安宁。听完了 Rahmed 和 Gabe 的故事，我感觉我身上有他们2个的 characteristic。20多岁的时候，我更像是 Rahmed， 因为我那个时候觉得 I can conquer the world， 我能赚到 unlimited 的钱，我可以喝得起7块钱的咖啡，我可以坐 business class， 我甚至可以去买船。我觉得我特别能赚钱。然后30多岁呢，30多岁出头，因为25到30受过很多就是现实的毒打，还有在 corporate 遇到一些 reality check， 所以我就更觉得我是 Gabe 的性格，就是我想要 limit 我的 spending， 省点钱啊。老观众都知道，我甚至搬去过 Sacramento， 也就是北加比较便宜的一个住的地方，想要减少开支而达到财富自由。也就1年多，我就又搬回来湾区了，因为那个也不适合我。我觉得我的性格是想要 produce， 想要通过自己给社会提供的价值而赚到钱，不想纯粹是省着过生活，然后一直在算数。Gabe 和 Rahmed 哪个更 represent 你呢？欢迎分享你的财富自由之路。谢谢观看，我们下期见，拜拜。